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疗愈师 Juice。我在几个月前做了一个视频，是说你心里想一件事情，然后我来帮大家看看那件事情的成功率有多高，以及有什么建议。今天我会帮面临选择的朋友们，或者是那些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们，来看看你心中的哪一个选项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4幅画作为4个选项。首先，请大家先清除心中的杂念，静下心来，在心里默默想2件事情，就是2件你无法做出决定的事情 A 和 B， 然后好好观察每一幅画，看看你与哪一幅画的连结最深，再做出选择，以确保占卜的准确性。如果有需要更精确的解读，我欢迎大家选择1对1占卜的方式。好了，那就让我们开始这场心灵之旅吧。欢迎第一组选择莱茵的夜巡这幅画的人。这幅画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内省和复杂的情感状态，似乎是在象征这些选择此画的观众的内心世界。你们很可能是那些在生活中不断寻求深度和意义的人，喜欢思考和反思，有时甚至会陷入到某种程度的自我怀疑和一些非常复杂的情感波动之中。就是你们可能不仅能感受到别人的情感变化，而且你们会更加深刻的去反思自己的内心状态。就是你经常会像是拿一面镜子一样去照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我觉得你们中很多人很可能是完美主义者，总是在追求更高的标准，或者说更深的理解，这样子就是对自己要求特别高。我觉得你们这组人中 INFJ、INTJ、ENFJ 和 ENTJ 应该会偏多。有被说中的朋友欢迎在弹幕中打1，让我知道哦。现在我们来看看你们这组人的第一张牌，权杖2。这张牌代表你们当前的境况，显示出你们正处于一个其实还挺关键的一个决策点，或者说是一个过渡期。权杖2象征着远见和计划，表明你们需要评估更多的选项和路径。这张牌还表明出你们有很强的动力和能量去追求一个目标吧。然后呢，你们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明确的方向。当你知道了这个方向之后，其实你就是一个很有冲劲的人。我们首先来看左手边的牌。对于选项 A 来说，我们看到的是隐士正位和宝剑国王正位。隐士牌象征着内省的智慧，暗示你们选择 A 的路径可能会引导你们进入一个比较孤独一些，然后呢，需要更多自我反省的一个新的阶段吧。这里的孤独不是说被外界孤立，而是说你的这个选择，你的这个主动的选择，让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独处。然后呢，这种独处和在独处过程中的深思熟虑，会帮助你们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因此，如果你是个非常喜欢独处的人，应该这算一个好消息吧，我觉得。而宝剑国王正位则是说，你们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表现出冷静、理性和果断的特点。就是说，你们如果选择选项 A， 会需要通过比较大量的分析和逻辑来做出决策。就是如果你们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就还会需要展现出一种领导者的姿态。所以
A 这条路可以说是可以极大的培养你的心理素质，还有锻炼你的个人能力。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到压力比较大，但我没有看到有任何崩溃的迹象。而且当你把这些任务都完成之后，你就会发现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你也极大的成长了。所以说工作上如果你选择 A 的话，就是可能要经常自己独当一面这样子。学业上可能是指你不会有一个导师或者说一个家庭成员给你做出很有效的指引，你会需要自己去摸索自己的课业或者说选择的方向这样子。然后感情上，我觉得选项 A 应该是指向你想要分手吧，或者说你可能还在犹豫要不要走进一段关系。我这里看起来其实都感觉更像是你好像会更适合先自己一个人调整一段时间，就是不要火急火燎的进入和走出一段关系，你需要一段时间的独处来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再做出这种比较感性的决定。好的，现在我们来看右手边的牌，选项 B 的女祭司正位和圣杯6正位带来的就是不同的能量了。女祭司正位通常代表的是直觉、潜意识和知识，选项 B 的路径可能会引导你们更加依赖你们自己本身的那种直觉和内在的智慧，而不是纯粹的逻辑和分析。这里是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条路径可能也充满了未知，但是呢，你们会更加去信任自己的直觉，会没有那么焦虑吧，可以这样说。圣杯6正位呢，象征着怀旧、回忆和情感上的和解，这也表明在选择 B 的路径上，你们可能可以更多的去依赖之前的路径，或者是去依赖你之前所积攒的一些人脉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因此我觉得选项 B 和选项 A 其实有很多的共通之处，比如说都是涉及到你之前没有涉及的一些领域，但不同点的话就是选项 B 依旧能够允许你依靠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来学以致用吧，可以这样说，或者是依靠自己的直觉来过关斩将。总体难度我觉得会比 A 稍低一些。比如说工作上，如果你选择的是 B， 那可能就不太需要独当一面，而是可以借助自己的人脉，或者从自己的导师身上学习。学业上，这里可能也是指你需要去学一些你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但是你会感觉你跟你之前学的东西差距没有那么大。类比一下，就是选项 A 相当于是你从经济系换到了医学系，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但是 B 就更像是从经济系到金融系。然后感情上选择 B 怎么给我一种好像有人想要跟前任复合，或者不是复合的话，你目前的这个对象或者预备的对象跟你前任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如果你跟你前任的关系是良性的，是让你舒服的，你想要重新回到那种舒服的感觉之中，那我觉得是无妨。但是如果你们之前的关系明显是有毒的，你想要去改变你的对象，比如说你想要通过分手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在一起，看看他会不会做出一些改变，或者说你想要改变你眼前的这个人，或者是你的预备对象，那我可能就是要给大家一个醒酒汤。因为这里显示就是说你们还是会回到之前的相处模式，不管这个是新的人还是旧的人，你们都会回到跟以前相似的一种模式，然后是很难走出来的，所以就可能不太好这样子。我这里总之就是说，
感受到了非常多的能量，所以我也只能举几个比较笼统的例子，不然的话视频真的可能会很长很长。但是基本的逻辑我觉得都是相通的，你可以把两个选项发展的逻辑类比到别的事情上面去。总之就是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我都希望你做的选择能够帮助你自己更加深入的了解自己，了解你的内心世界，找到生活的方向和意义。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在此呢，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去理解这些选择。比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强调了个体化的过程，即每个人通过探索自己的潜意识，逐渐发展出一个完整和谐的自我。我觉得你们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寻找答案的人群。权杖2的出现表明你们正在进行这种个体化的探索，需要通过权衡和选择来实现自我发展。而隐士和女祭司则分别代表了理性和直觉的两种路径，然后每条路径其实都有其独有的挑战和奖励，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大胆地迈出这一步。无论如何呢，这些选择和探索都可以帮助你们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和方向。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占卜和自我反思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原因，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最终实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好了，希望通过这次解牌，我能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启发，祝愿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勇敢地探索，找到真正的自我幸福。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聊。欢迎第二组选择韦罗内塞的卡纳的婚礼这幅画的人。这幅画展现的是一个盛大的婚礼现场，充满了活力和庆祝的气氛，似乎是在象征着你们的内心世界。你们可能是那些在生活中喜欢欢庆和交流的一群人，追求热闹和多元化的体验，时常在社交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乐趣。你们应该算是一群比较擅长和人打交道的人，然后呢，能够比较快的去适应不同的环境，享受和他人分享快乐时的那种欢乐吧，可以说。所以我觉得这一组人中 ESFP、ENFP、ESTP 和 ENTP 应该会偏多。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在弹幕中让我知道哦。现在我们来看看你们这一组人的第一张牌，死神正位。这张牌代表你们当前的境况，显示出你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或重大的变革期。死神正位象征着结束和新生，是一张很好的牌，在我个人看来，表明你们正在经历某种形式的转变。然后呢，你即将要去亲手终结旧的秩序，迎接新的开始。这张牌还表明你们需要真正做到去放下过去，才能更好的拥抱未来的机会。我们首先来看左边的牌，对于 A 选项，我们看到宝剑骑士正位和权杖侍者正位。宝剑骑士象征着迅速的行动和明确的目标，暗示选择 A 的路径可能会引导你们进入一个需要快速决策和行动的阶段，就是你们可能会感到非常强烈的驱动力，迫使你们迅速前进和突破。然后权杖侍者呢，则代表了新的创意和激情，表明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同样会有新的灵感和热情，然后呢，这些灵感和热情会推动你们去实现你们的目标，
因此我觉得 A 这条路真的可以说是充满了挑战的，就是你们会可能被赋予一个比较重要的项目，这个项目会要求你们迅速适应新的环境，并做出非常果断的决策，所以会极大的锻炼你的领导能力和应变能力，可以这样说。学业上的话，这边可能就是说你即将踏入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好，你就必须迅速掌握大量新知识，就是你必须得要意识到你身边很多人可能在这个领域已经学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就是比如说私底下自己感兴趣之类的，然后你的突然到来可能就是说你会需要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个知识的原始积累。不过呢，我觉得其实你的那种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极大的激发出来，所以我觉得是个好事。然后感情上的话，选择 A 可能意味着你的心里想的这个人，或者说你目前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这个人，可能会缺少一些你想要的那种激情吧，可以说就是你可能会需要去做一些事情，让这段关系来迅速升温，或者说你会需要去让这段感情去适应你自己的生活更多一些，而不是你腾出更多的自己的私人时间来去适应这段感情。当然了，我不是让大家就是说很自私，就是去坐享其成，让另一方去做出改变之类的，这个当然也是不太好的。我只是觉得是说，如果你目前觉得没有那么适合你，比如说这段关系没有那么适合你，那可能这段关系在未来你真的变得更忙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成为一个负担，所以你要做好取舍。好的，现在我们来看右手边的牌，选项 B 的权杖一逆位和宝剑女王逆位是不太一样的能量，我感觉到。权杖一逆位呢，象征着延迟和受挫，所以这边是说，如果你选择了 B， 你在一开始会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而且是一个进展很缓慢的阶段。你遇到的这些挑战、障碍，甚至说是挫折，真的会需要你花费更多的耐心和毅力才能去克服。然后我觉得这边的原因就是你遇到这种问题的原因，其实是像宝剑女王逆位所说的那样，就是你可能会缺乏一些理智的决策方法，或者你可能在情感上还不够成熟，然后比较的怎么讲呢，孤注一掷吧，就是你没有去向别人求助。所以比如说在工作上的话，你可能就是说一直自己去承担一些事情，或者自己来挑起大梁，但是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你这样做其实会让你的进程变得更缓慢，然后可能也是暗示是说你会需要多多的去调整你的一个策略吧，可以这样说。然后也是鼓励你要多多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案，然后呢来找到更适合你的解决方案，就是接下来工作中的事情的解决方案。学业上的话也是说你可能要克服一些学术上的挑战，因此这段时间你可能会需要投入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你不要觉得不公平，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不是吗？别人在玩，那是别人的事情，你目前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你就是要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就是去努力的通过这一关就好了。感情上的话，选择 B 可能暗示你即将经历一段可能会更需要冷静思考和自我反思的一个时期吧。就不管你是有对象还是单身，你
可能会发现你跟你喜欢的这个人，或者说你的对象，沟通上就是出现了一些困难，然后呢，会需要你去重新评估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跟前面的 A 选项其实很像，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是大家的工作运和恋爱运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其实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交错吧，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有点撞在一起了，所以你可能要做一些取舍，这样子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因为你工作上如果很忙，那自然是没有特别多精力去打理情感上的问题，所以如果不想要伤到自己的伴侣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很累，就要提前跟大家说，或者跟对方说，就是说我可能最近说话会有点冲，或者我最近可能有点冷淡，就是希望别人可以稍微担待一些，这样子。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些选项和探索都可以帮助你们在复杂的世界中，最终呢，就是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和那种方向感吧。就是怎么讲呢？你这一阵子可能真的会很忙，但是等这一阵子过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成长了很多。不过呢，我上面的那些例子都是一些比较笼统的例子吧，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在占卜的时候感觉到了非常多的能量，就是好像有很多的故事想要告诉我，我也想讲，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是这个视频的时间会太长，所以我就觉得可以举一些比较笼统的例子，然后呢，大家就是把这些逻辑类比到你们自己心里想的事情上去就好了。我们还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进一步理解这些事情吧，或者说这些选择。比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强调了个体化的过程，即每个人通过探索自己的潜意识，逐渐发展出一个完整和谐的自我。我觉得你们现在就处于一个这种寻找答案的过程。死神牌的出现表明你们正在经历一种比较深刻的变化，需要放下过去的旧模式，然后才能迎接新的开始。而宝剑骑士和权杖侍者正位分别代表了行动和创意的力量，每条路径呢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和奖励，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勇于去尝试。我觉得其实没有错误的选项这个说法，只有更适合你的选项，或者更适合当下这个你的选项。好了，希望通过这次解牌，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启发，祝愿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勇敢的探索，找到真正的自我和幸福。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聊。欢迎第三组选择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画的人。这幅画以其静谧的美感和神秘的氛围所著称，似乎就是象征着你们的内心世界。你们可能是那些在生活中追求内在平静和美感的人，喜欢探索事物的深层含义，并在细节中发现美。你们可能具有高度的感性和审美能力，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欣赏微妙的美好。因此，我觉得你们这组人中 INFP、ISFP、INFJ 和 ISFJ 应该会偏多。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在弹幕中发一，让我知道哦。现在我们来看看你们所抽到的第一张牌，圣杯七正位。这张牌代表你们当前的境况，显示出你们可能正处于一个充满幻想和选择的阶段，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心里真的有很多很多选择，然后可能有点选择困难症，因为圣杯七真的就是象征着想象和很多的可能性，所以可能这也对你们造成了一些困扰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要做的就是这张牌暗示就是说，你们需要分辨哪些选项是切实可行的，
哪些是空想。我们先来看左手边的牌，对于选项 A， 我们看到宝剑一正位和圣杯三逆位。宝剑一象征着新的开始和明确的真相，选择 A 的路径可能可以引导你们进入一个需要清晰思考和果断行动的阶段。你们可能会获得一些新的洞察力或者灵感，这些都可以帮助你们打破当前的这种困惑和不确定性。然而圣杯三逆位则提醒你们，这条路径可能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孤独感，或者社交上的一些小小的困扰。就是说，你们要么是要放弃一些社交活动，或者是与朋友联系的机会，来做好选项 A， 也有可能是说，如果想要做好选项 A， 你就必须得要处理好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就是这个不是以前像你有一些事情可能自己单打独斗就能做完，这一件事情可能是真的要比较好的团队合作才能完成的。所以工作和学业上都可能是，要么你突然之间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需要因为保密的缘故避开现在的一些交际的圈子，或者减少跟人接触，或者仅仅是因为你学业和工作上接下来的事情会比较多，所以没有精力再去做人际关系上的交流。也有可能是说，你就是要处理好工作和学业上的人际关系，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你要自己就是套用一下这个逻辑，然后看看具体哪一个是在说你。然后感情上的话，这边其实是暗示说，如果你选择 A， 那你就会需要在关系中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和果断。然后这边也是建议你是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那你就最好需要经历一些独处的时光，来就是说调整好自己的态度，再去做决定。好的，我们现在来看右手边的牌，选项 B 的圣杯二正位和权杖六逆位，代表的就是另一种能量。圣杯二正位代表的是和谐、合作和深厚的情感联系，你看就是完全不一样。选择 B 的路径就是说，你可能会被引导进一个充满互相支持和理解的一种阶段吧，就是你们是有机会找到一个与你们心灵比较契合的伙伴的。然后呢，也有可能是说，你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可以有人就是在生活或者说工作情感上就是照顾你吧，就是可以多多的去理解你，更多多的去照顾你这样子。不过呢，权杖六逆位确实要提醒你们，这条路径可能不会立即带来外界的认可或者说成功，就是你们会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在低调中逐步累积和发展的过程。比如在工作上的话，你如果选择了 B， 你可能会进入一个合作项目，与同事建立比较深的联系，但是呢，你可能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透明的状态，在短期内没有明显的成果，或者说来自同事或者说上司之间的认可，就大家没有真的发现到你的真正的实力之类的。学业上的话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你跟同学和导师可能会建立一个很好的合作的关系，但是短期内很难看到你有什么显著的学术成就。然后感情上就还挺不错的，就是你会找到一个真正跟你发生共鸣的人，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人跟你就是会有很多的共鸣，你们是有机会一起去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只是可能也没有很多的进展。就是假设说你想要跟这个人确定关系，或者说你想要跟这个已经确定了关系的人进入下一步，这个可能就比较困难一些，因为就是你好像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你就是保持在目前的状态这样子。
我这里就是说感受到了很多的能量，所以只能举几个比较笼统的例子，但是基本的逻辑是相通的。你们可以将两个选择发展的逻辑放到别的事情上去类比，无论你们选择的是哪条路径，我都希望你们做的选择能够帮助你们更深的去了解自己，找到生活的方向和意义。在此，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去理解这些选择。比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强调了个体化的过程，即每个人通过探索自己的潜意识，逐渐发展出一个完整和谐的自我。我觉得你们就是像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圣杯七表明你们正在经历一个充满选择，但是呢又充满幻想的一个阶段，需要通过理性和直觉的结合来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而宝剑一和圣杯二分别就是代表了理性和情感的两种不同的路径，然后每条路径其实都是很独特的，就是有得必有失嘛，所以你自己做好权衡就好了。这里没有说是哪一个更好，而是说哪一个更适合当下的你。无论如何，这些选择和探索都可以帮助你们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和方向。这也是为什么占卜和自我反思在现代生活中依然是有非常的重要的意义的，我觉得，因为他们能帮我们处理好，就是说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或者说去更加理解自己，以此来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以达到实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的一个目的。好了，希望通过今天这次解牌，我能给你们一些小小的启发，祝愿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勇敢的探索，找到真正的自我幸福。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聊。欢迎第四组选择达芬奇蒙娜丽莎这幅画的人。这幅画以其神秘的微笑和丰富的细节所著称，似乎就是象征着你们这种内心的复杂程度。你们可能就是那些在生活中追求智慧和深刻理解的人，你们特别喜欢探索事物背后的真相和意义，你们就是可能会具有比较高的直觉力和观察力，能够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所以我觉得你们这组人中 INTP、INFJ、ISFJ 和 ISTP 应该会偏多。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在弹幕中发一，让我知道哦。现在我们来看看你们这组人的第一张牌，权杖四正位。这张牌表明你们当前的境况，显示出你们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和谐，而且充满着享受的一种生活状态之中吧。就是你们可能最近刚刚达成了一个新的小的成就，或者说过得还算是比较欢乐的。这张牌也是暗示你们在归属感这个问题上的追求吧，就是你们是非常追求归属感和身边的人的支持的这样的一群人。好的，我们现在先来看左边的牌。对于选项 A， 我们看到的是教皇正位和圣杯六的逆位。教皇象征着传统、智慧和指导，暗示选择 A 的路径可能会引导你们进入一个需要依靠传统智慧和权威指导的阶段。你们可能会找到一个导师或加入一个团体，然后呢，以此来帮助你们在那个阶段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支持。但是呢，圣杯六逆位提醒你们，你们这条路，就是选项 A 这条路，可能会涉及到与过去的脱离或放下某些旧有的联系。就是说，你们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中，你们会需要去放弃一些你们过去的舒适，
或者说一些怀旧的情感，也就是说踏出舒适圈啦，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你们才能更好的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和挑战。例如在工作上，如果你选择 A， 可能会被推荐参加一个专业培训或学习项目，这可以极大的提升你的职业技能，但是这里也会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一些旧有的工作习惯，或者是一些同事关系。学业上的话，可能是说你会接受一个严格的导师的指导，就是你的老师可能会比较严厉，但是呢，你会积累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然后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舍弃了一些轻松愉悦的学习的氛围，这样子可以这样说。感情上的话，选择 A 感觉就是好像是说你可能就是会放下对某段过去关系的一种依恋，然后在新的关系中找到一些幸福和成长，这样子。就是如果你在考虑要不要跟一个人在一起，或者说要不要跟一个人分手，那这里的答案就是这样。好的，现在我们来看右手边的牌。选项 B 的月亮正位和权杖3的正位带来的能量还挺不一样的。月亮正位代表的是直觉、潜意识和神秘感。选择 B 的路径可能会引导你们进入一个更加充满未知和探索的阶段。就是相比于 A， 你有人指导，在 B 这个选项后面，你要面临的是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多比较模糊的情境吧，所以你会更需要去相信自己的直觉和自己内心的声音和内在的智慧来指引自己，就是不要去盲目的相信别人跟你说的事情。权杖3的正位则是象征着远见和扩展，所以你在选择 B 之后，会有很多机会去开拓新的领域，然后会有很多机会主动找上门来，然后呢，你就是会去慢慢的浮现出更多对未来的畅想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取舍，你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你对未来的畅想就会更丰富，然后也有更多的选项，但是你要面对的就是更多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工作上的话，如果你选择 B，可能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项目，甚至是一个全新的市场，这里就会需要你去大胆尝试，大胆冒险，就是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回报，也有可能会导致你就是说蒙受一些损失，但是我没有看到说很大的损失，因为我觉得你总体看起来还行。学业上的话，这边意味着就是说你可能要去换一个专业，或者说你突然之间要做一个你之前没有做过的研究或者项目，总之就是说需要你去打破常规，打破你的惯性思维，才能去拓展你的知识面，然后呢才有机会去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就是说你的研究也好，你的学习的内容也好，你如果想要它更加的有创新性，更加的新颖，你就要做出一些小小的牺牲。在感情上的话，这边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会遇到一个对于你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又好像是你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一类人，就你觉得很神秘，你想去试试。这边其实是说你可以这样做，无伤大雅，所以那大家就是看情况吧。总之我这里其实真的感受到了非常多不同的能量，所以我只能就是比较笼统一些的举几个例子吧。不过基本的逻辑其实是相通的，你可以将这两个选项发展的逻辑放到别的事情上去类比。无论走哪条路，我都希望你做的选择是能够帮助你们自己更加深入了解自己内心世界，自己的价值观，然后找到生活的方向和意义的。在此，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进一步理解这些选项。比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就强调了个体化的过程，
即每个人都会通过探索自己的潜意识，逐渐发展出一个完整和谐的自我。我觉得你们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寻找答案的人群。权杖4的出现表明你们正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稳定的阶段。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实现自我发展，你就必须得要经历一些怎么讲呢？不稳定性吧。教皇和月亮分别代表的就是传统智慧和直觉，所以你可以继续依赖你以前的路径，或者说找到一个导师去指引你。你也可以去发挥自己的直觉和潜力，去探索其他的路径。总之，每一条路径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和奖励，所以你也不需要太过担心说会不会做出错的选择。生活没有错误的选择，只有更适合现在的你的选择。你觉得哪一条路更加适合你，你就大胆去选。总之，这些选择和探索都可以帮助你们在复杂的内心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和方向的。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占卜和自我反思在现代社会依然还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因为他们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自己，然后呢，帮我们来就是说做出比较明智的选择，然后呢，帮助我们实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好了，通过这次的解牌，我希望我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小小的启发，祝愿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勇敢的探索，找到真正的自我和幸福。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聊。